只因降头师的一句磕六亲，3岁女娃被她的亲生母亲刺杀双眼。把大小姐带去乱葬岗埋了，埋之前缝上嘴巴，堵住耳朵和鼻孔。是。17年后，他成了天下玄门正宗茅山派的掌门。而今天是陆家主力建成的80周年。你们是什么人？都给我滚出去，不然我报警了！竟然敢来闹我的生日宴！小姑娘身手不错，只是不知道我陆家与你有何怨何仇，竟然让你在今天这样大喜的日子来如此触我们的眉头。陆家主还是先打开这棺材，看看我给你送的礼物吧。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说到车，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这棺材里该不会装的是死人吧？难道陆家谋害了这小姑娘的家人？他寻仇来了？我看8成是陆家这几个儿子哥的猖狂跋扈，在外面没少欺负人，这次遇到硬茬了。只见棺材里面躺着一个死人模型，3、4岁的女童模样。不可能，不是，一定不是。陆夫人，什么不可能？不是什么？赵金慧抬头，这才发现面前的少女竟然与她年轻的时候有3分像。你到底是谁？燕晨期。不过在我3岁之前，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陆心念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。这些年来，他时不时的就梦见陆心念七窍流血的来找他索命，精神早已饱受折磨。现在他又看到当年陆心念的惨死模样，无边的紧张恐惧感，像一个魔鬼狠狠地掐住他的脖子。妈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才是你的心呀。陆家收养他的时候，陆心瑶已经4岁了，他能清楚地记得自己的身世，自然也知道陆家为什么收养他，所以就算陆家真正的亲生女儿还活着，他也不怕，因为陆家根本不会认。当初陆心念的双眼是我亲手刺瞎的，而这个叫燕晨期的贱丫头，眸光清亮，灿若星辰，怎么都不可能是陆心念。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吧？我的女儿心念好好的在这呢，你就敢来冒充她，真是胆大妄为，不知廉耻。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17年前，你们听信了东南亚降头师的话，认为我是灾星，连夜封住我的七窍，将我活埋，又从孤儿院领了一个跟我年纪相仿、8字旺的女童回来代替我。你们以为这样陆家就能永远繁荣昌盛，没想到吧，我被人救活了。最后多说一句，快过年了，开车回家有面子，赶紧上瓜子选车吧。只因降头师的一句磕六亲，3岁女娃被她的亲生母亲刺伤双眼。别带小姐带去乱葬岗埋了，埋之前缝上嘴巴，堵住耳朵和鼻孔。是。17年后，他成了天下玄门正宗茅山派的掌门。17年前，你们听信了东南亚降头师的话，认为我是灾星，连夜封住我的七窍，将我活埋，又从孤儿院领了一个跟我年纪相仿、8字旺的女童回来代替我。你们以为这样陆家就能永远繁荣昌盛，没想到吧，我被人救活了，更没想到吧，我竟然还能记住你们的恶行。天哪，怪不得陆大小姐小时候陆家把她送出国了2年，回来不仅变了样，还改了名字，原来陆心瑶根本就是个冒牌货。陆夫人真是畜生不如啊！一个女人竟然能狠心封住自己亲生女儿的七窍，将她活埋了，想想都觉得毛骨悚然。这正牌的陆大小姐也太可怜了，好在被人救活了，如今她肯定是拜得高人为师，归来复仇，太飒了。没有，我没有，这就是我的念念，我的亲生女儿。燕晨期这个贱丫头莫名其妙的跑来污蔑我，大家不要相信她。谁是你的亲生女儿？咱们来现场做个 DNA 鉴定不就知道了。为了公平公正，你、我还有第三方，咱们各找一家鉴定中心，如何？我凭什么陪你这个诈骗犯做无聊的鉴定？来人，将他给我扔出去！哥，不要，我看他也挺可怜的，我去跟他说说看。现在家里这么多人，还有不少豪门贵公子，正是我表现自己菩萨心肠的绝佳机会。这位妹妹，我知道没有人愿意作恶，你一定是有什么万不得已的难处，才来我家诈骗的吧？今天是我爸爸的生日，我们陆家向来积德行善，你需要多少钱，你直说，我给你，就当是我为爸爸积福了。滚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妹妹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帮你。燕晨期不想看他这个白脸泡茶，一巴掌甩了过去。其实他一眼就瞧出来了陆心瑶的前世今生，面若桃花，心如蛇蝎的主，
你个贱丫头，竟然敢动我妹妹，找死！疼死老子了！陆明雷向来好面子，这回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被一个小丫头打了，恼怒万分，摸出一把水果刀就对着燕晨七刺了过去。敢在本少面前放肆，我要你的命！杀人了，陆七少杀人了！贱丫头，别装死，我根本没用力。就这样，陆家老七陆明雷因故意杀人洗皮，铁窗之刑。燕晨七也很快被送到了医院。手术过后，燕晨七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于是拿出手机点了个外卖。可怎么都没想到，给他送餐的外卖小哥竟然是他三哥许华西，还带着他大侄子许悠悠。小七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在医院？生什么病了？姑姑，你怎么住院了？你该不会要死了吧？别瞎说，你姑姑好着呢。我就是胃有点不舒服，来医院调理调理。三哥，你可千万别告诉爸妈啊！他说的爸妈是他的养父母。当年他师傅和师叔一个老男人一个死男人，根本没法养他这个3岁的女娃。正好碰到他养母去茅山脚下的道观求女，他师傅就把他给了他养母，先养了几年。放心吧，我不说。三哥，你送外卖怎么还带着悠悠？大嫂不在家啊？我妈跟我说，我爸干修车工太苦了，她心疼，所以她要跟别的男人走，这样我爸就可以少养一个人了。大哥和大嫂离婚了啊？大嫂前2天就走了，今晚大哥要加班，所以我就带着悠悠一起来送外卖了。等他三哥和大侄子走后，他拨通了他二师兄楚燕的电话。难得啊，小师妹还能想起来给我打电话。二师兄，借点钱呗。你要钱干什么？小师叔不是在世界银行给你存了1万亿吗？那钱得我20周岁才能拿出来，还差2个月呢。但我妈马上就要过生日了，我想给她买个大金镯子。我这都是冥币，我敢借，谁敢收？那你直接给我一个大金镯子。虽然我这黄金堆成山，但那都是死了1000年的鬼王孝敬我的，我敢给。你妈敢带吗？那就是这点忙都不帮呗。以后再有恶鬼从地府逃出来，你也别让我帮忙抓。你作为茅山的掌门，维护人间安稳，这是你的职责。你只要良心不疼，我无所谓。行，楚燕，咱俩之间没爱了，我要跟你断绝师兄妹关系。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。没想到3秒之后，楚燕就出现在了医院。小丫头脾气还是这么倔，怎么把自己搞医院来了？不关你的事，起开！不是我不借给你钱，我的钱都是你的，只是师傅有规定，在你历练期间，茅山任何人不准给你帮助。眼看到期限了，你就不能再忍忍。燕晨七自然知道师命不可违，他也就是习惯性的跟他二师兄斗的嘴罢了。你说你也是够笨的，算命看相你样样精通，自己怎么就连一个金镯子的钱都挣不到？你没历练过啊？你不知道历练期间无论给人看什么，收费都不能超过20块吗？我每天不是给东家的孩子叫魂，就是给西家的小伙子大姑娘签姻缘，累死累活，口干舌燥，一天最多赚300-500，交完房租都不够吃饭的。你到底想要对付什么人，竟然如此伤害自己？说着，他便抬手去了灵气，想要为燕晨七愈合伤口。不要，我今天去陆家了，这伤是我故意被陆明雷捅的，在他还没判刑之前，不能消除痕迹。看着心爱的师妹受了伤，楚燕心底就疼了一下。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大病？对付陆家有很多种办法，为什么要割自己的肉，流自己的血？哪有那么严重？被凡夫俗子捅一刀，对我来说不就跟挠痒痒一样吗？行了，既然你不愿意借钱，赶紧走吧，这里可是医院，要是让院长知道你这堂堂地府的阎君来了，绝对要请18个道士来驱赶你。哼，怕是他和那18个道士都活腻了。但楚燕还是走了。只不过2个小时后他又来了，他就那样静静地看了燕晨七一眼，直到天边泛白才离开。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风言风语，非要说我残害了我的亲生女儿，但我知道你到我们家闹这么一出肯定是为了钱，要多少直说吧。我不要钱，不是你说我的生辰八字克6亲，会让陆家家破人亡吗？我必须不能让你的话落空啊！别装了，我的女儿陆心念活得好好的，你绝不可能是她。这里有1个亿，够了吧？这期视频后面更有看点，为了及时回家剪出来更新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要是有旧车还能上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。写一份谅解书，让警察放了我儿子。燕晨七冷笑，夹起银行卡嗖的飞出，那薄薄的卡片便像利刃一样划过赵金慧的脖子，留下了一道血印子。燕晨七，既然你要禁酒不吃，吃罚酒，若是我儿子真的坐了牢，我要你的命。我也告诉你，你儿子这牢坐定了。赵金慧走后，燕晨七就立马安装了一个针孔摄像头，接着又睡了个回笼觉。念念，我可怜的女儿啊，
你打妈妈吧，妈妈竟然没认出来你才是妈妈的亲生女儿，我的宝贝，我的心肝，你这些年在外面受苦了啊。念你啊，这事与你妈妈无关，都是爸爸的错。17年前，你七哥带你出去玩，却不小心把你弄丢了，你可是你妈的心头肉啊！我怕你妈承受不了，所以就骗她说把你送出国去学习了，然后我就一直偷偷的找你，可惜怎么都找不到。过了2年，你妈妈都对你思念成疾了，我没办法，才领养了新瑶回来，说她是你。好在小孩子长得快，即便新瑶跟你容貌不一样，你妈妈也没有怀疑。念你，都是爸爸的错，爸爸不求你原谅，但求你别怪你的妈妈。怪我，都怪我，我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认不出来，我算什么母亲？我该死，我该死啊！燕晨曦女士，经过 DNA 鉴定结果，警方已经证实了你才是陆家真正的千金大小姐，那陆明雷就是你的亲哥哥，你还会继续追责他拿刀刺伤你这一案件吗？原来是 DNA 报告出来了，这陆家底赖不掉，便找来了记者编了个苦肉计的故事。事实上，他们把我活埋了之后，就立马秘密收养了陆新瑶，然后把她送去了国外2年，一是为了学礼仪，二就是为了掩盖陆新瑶跟我不一样的长相。哼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最后多说一句，快过年了，开车回家有面子，赶紧上瓜子选车吧，别管陆明雷是谁，他伤了人就要承担应有法律责任。那燕晨曦女士，请问你之前说陆先生和陆夫人嫌弃你的生辰克六亲把你活埋了，这是事实吗？是。请问你有什么证据吗？你问这个，不就跟你要怎么向世人证明你是你一个道理吗？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，我需要怎么证明？你说陆家人封了你的蹊跷，那为什么现在你的眼耳口鼻都是完好无损的？我的师傅是个道士，他医治好了我。既然你的师傅这么厉害，他怎么不出来给天下那么多饱受疾病折磨的病人医治？我说了，他是个道士，不是大夫，我继承了他老人家的衣钵，谁要想算命尽管来找我。那你看看我什么时候能结婚，什么时候能发财？你老婆上个月刚死，你就这么急着再婚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，是你们俩偷情被你老婆撞见，她才气得心脏病犯了去世的。至于发财，你这辈子到埋土里那天都是个欠债不还的老赖。我们没有，你这样造谣生事，诋毁他人名声也是违法的。那我现在就替你报一下警，让警察去查查那天你们俩人开房的酒店监控。若是我瞎说，我愿意承担法律的制裁；若是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和你这个男同事去他老婆墓前跪3天3夜，怎么样？我们这么忙，谁有空陪你这个神棍胡闹？妹们，这些年都是我顶替了你，享了你的荣华富贵，七哥也是为了保护我，才不小心伤的你。求求你放了七哥吧，只要你写一份谅解书，让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。看着他又开始白脸泡茶，燕晨曦本能就想抬手打人，可一想到病房里的针孔摄像头，便作罢了。你以为你那点小心思我不知道？你往这一跪，不就是想道德绑架我吗？说陆明雷为了保护你才伤的我，不就是为了体现出他只疼爱你这假妹妹，厌恶我这个真妹妹吗？还顺便再来个挑拨离间。放心吧，陆建廷和赵金慧17年前把我活埋了，永生永世我都不可能原谅他们，更不可能再姓陆。至于陆明雷，先不说他伤了我的事，就说被他毁的那些良家少女，没有10个也有8个吧。他不吃牢饭天理不容。你要真那么心善，那么有正义感，你就该去举报他，去为那些受到伤害的人讨个公道，而不是跪在我逼迫我这个弱女子。我不是男人，不吃你这又当又立一套。燕晨曦，你念念啊，你误会你七哥了，他20几岁了，连恋爱都没有谈几回，怎么可能去伤害女孩子呢？当妈求求你了，你原谅你七哥吧。住口！你把我活埋的时候，我才3岁啊！你这么狠心恶毒的女人，怎么还敢称是我妈？你也配？没有，念念，你那时候太小了，记忆肯定出现了偏差。今天是我们找回亲生女儿的大喜日子，请各位多给我们一些私人空间，采访就到这里吧。这些记者都是他找过来的，他一发话自然全都走了。怎么，摆拍完事了就不装了？虽然你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但这么多年我们早已把瑶瑶当成亲生的了，对你并无感情，陆家容不下你，识相的写了谅解书，拿钱走人。无论你对我们有多大的恨，我都劝你不要以鸡蛋碰石头，不然这华都以后你都别想踏进来半步。难道你们还想再活埋我一次？你记错了，没人活埋你。杀人那是死罪，所以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面对什么人，他都不可能承认做了害命的事。陆明雷犯了错，必须要承担责任。你们给我多少钱，我都不可能写谅解书。至于不让我踏进华都，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，还能管住我？贱丫头，你别太猖狂。我可没有你们猖狂，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能活埋。哼，行了，都别在我这没脸没皮的找羞辱了，滚吧！陆家老四陆明伟指着燕晨曦骂道：“你跟谁说话呢？
狗东西，真觉得我们陆家好欺负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赶紧写谅解书，要不……什么猫狗的都想威胁我一句，我就那么弱吗？明伟，你竟然能站起来，你是装受伤的？我身体好，恢复得快，不行吗？行，你狂，你不写谅解书，我这也报警说你打伤了明伟，你也要蹲大牢。好啊，那我把他打得再狠点。我的胳膊断了，疼死我了！妹妹，你赶紧跟四哥和爸妈道个歉啊！滚！瑶瑶，你没事吧？爸，我没事，只要妹妹能出气，她怎么打我都可以。傻孩子，就你最善良，快点跟瑶瑶道歉。干什么的？你们都是干什么的？刚好送饭来的许华西将燕晨七护在身后。让谁道歉呢？我是他哥，有事跟我说。你是他哪门子的哥？我们才是他哥。小七，他们都是什么人？他说的没错，在生物学上，他们是我的亲生哥哥。这两位年长的就是把我创造出来的人，也是又把我扔了的人，而这个女的是他们的养女。燕晨七之所以没有说活埋，是怕他三哥知道之后心里难以接受，再做出什么冲动的事。亲生父母又把你扔了，那现在他们是在逼迫你吗？是谁报的警？是我报的警。燕晨七把我儿子打伤了，鼻青脸肿，肋骨断了，胳膊也断了。这脸不好好的吗？哪根肋骨断了？又是哪条胳膊断了？是这回竟然一点都不疼了。那先去医院拍个片子看看吧。不用了。当然要拍片子，不拍片子怎么能证明你的伤？妈陪你去。妈，我不去。你这胳膊不很正常吗？我看肋骨也没事啊。你到底有没有伤？说谎报警可是违法的。掉，可是现在已经好了，就不麻烦警察同志了，我们不报警了，不好意思。那行，我们就走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要这样放过燕晨七？妈，你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胳膊明明刚才被燕晨七打断了，这回却又行动自如，完好无损了。怎么会呢？贱丫头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再敢骂我，我也不介意让你尝尝这断臂的滋味。无论把人哪里打断了，也就是他一抬手就能医好的事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复折磨。你赵金慧刚要开口，便见一群人呼啦而入，竟然是燕晨七的爸妈和他大哥、二哥、四哥。小七，你怎么样了啊？妈，我没什么事了，你别难过。你就是小七的亲生母亲赵金慧吧？是。你个贱妇，竟敢打！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东西，就是小七的亲生父亲。哼，畜生不如！你们是什么人，竟然这么放肆？听好了，老娘叫刘翠云，在永昌街开饺子馆，是小七的养母。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你们就谁都别想欺负小七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有钱人玩的把戏，不就是炒作吗？找来一帮记者，自己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演子母慈父，然后故意让他们抹黑我们小七。瞧瞧网上那些人恶毒的报道，不得不说你们可真是好计谋啊！天下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败类，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残害？燕晨七好像明白了什么，赶紧打开了手机，娱乐头条全部都是他。陆家找回了亲生女儿，陆家主和陆夫人一度哭晕了过去，可却遭亲生女儿冷漠对待。陆家亲生女儿嚣张蛮横，竟然让陆家的养女当众下跪。陆家的亲生女儿燕晨七大逆不道，不仅送亲哥哥进监狱，还殴打亲妈。陆家的亲生女儿猖狂跋扈，素质低，辱骂诋毁采访记者。妈，我能解决，你别跟这些人渣吵了，我手里有监控录像，能翻盘。行，改天再做他们这些龟孙，都滚得远远的。小七她永远都是我闺女，跟你们没有关系。你们陆家谁再敢来骚扰她，来一次打一次。燕晨七，你确定你不写谅解书是吧？确定，肯定。一回来就狠心送亲生哥哥入狱，果然是灾星。那你就别怪我这个当父亲的手下无情了。光是网上的言论，我都能让你在全国成为人人喊打的狗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多无情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下，你们怎么对付我都没关系，但谁要不长眼的去动我爸妈还有哥哥们，我就把你们的天灵盖敲碎了。你们最好是相信我，既然我能悄无声息的把陆明伟断了的胳膊接上，那就算我把你们的脑浆砸出来，也能给你们恢复如初。你老公，我看这个贱丫头现在邪门的很，是不是活人还不一定呢。我们先回去从长计议。我看报道说是陆家的狗儿子把你捅伤了，现在还疼不疼啊？妈，早就不疼了，我跟我师傅学了那么多年，总是有点本事的。放心吧，别人欺负不了我。我之所以在医院住着，是我故意，我就是想让陆家的狗儿子进监狱。我可怜的闺女，咋这么命苦呢？小七，爸这就回家给你炖黑鱼，炖母鸡。你们都个忙个的去吧，
我留在这里照顾小七就行了。吃完饭，燕晨七就开始剪辑他针孔摄像头里的视频。爸，不好了！原来燕晨七的病房里有监控，现在有人把监控视频发到网上了。医院的病房里绝不可能有监控，肯定是这个贱丫头她故意安装的。她怎么敢如此对陆家？灾星，她果然是灾星。这么多年来，咱们家都是顺顺利利、蒸蒸日上，偏偏那个小贱人一回来就惹出这么大的事。我这就给大师打电话，这一次定要让他魂飞魄散。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只因降头师的一句磕六亲，3岁女娃被她的亲生母亲刺杀双眼，把大小姐带去乱葬岗埋了，埋之前缝上嘴巴，堵住耳朵和鼻孔。是。17年后，她成了天下玄门正宗茅山派的掌门。老公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东南亚那边的大师电话号码注销了，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啊？普天之下有的是能人异士，只要我们花大价钱，总有人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让燕晨七永世不得超生。好。短短1周，陆氏的股值就跌了上百亿，合作商也大批量解约，而陆明雷犯了故意伤人和强奸罪，2罪并罚，被判10年。你什么时候从国外回来的？我看到媒体的报道了，宝儿你太苦了。原来你是为我啊，大可不必啊，没有当初的苦，哪来的我这一身本领啊？况且我师父师叔2位师兄，还有爸妈哥哥们，有他们这些亲人疼我，不比陆家的那些蛇蝎好啊。说得对。顾惜是华都4大家族之一顾家的独生女，有钱有颜，豪爽仗义。燕晨七跟她认识了6、7年，关系情同亲姐妹。亲爱的，那不是你的隐婚老公吗？江景池他怎么一个人喝闷酒，好像还哭了。江家也是华都的4大家族之一，他的小三死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和江景池是商业联姻，你是知道的，不仅没有感情，还有点仇，所以也就只是被双方家长逼着领了个结婚证。领证第1天我们就商量好了，互不干涉。他最近谈了一个清纯小白花，结果前2天那女人卷了他5000万，准备跟别的男人跑去国外，然而却在去机场的路上出了车祸，小白花和那男人都当场身亡了。那江大少哭成这样，说不准不是因为小白花，是因为钱呢。不可能，那点钱没了，就跟江景池掉了一根头发一样，他根本不会在意。那个小白花绝对是他的真爱。信息，陆明伟。信息，是我哪里又惹你生气了吗？你要生气就告诉我一声，我自己打我自己就行了。让你动手，你的手多疼啊！你的手疼，就是我的心疼啊！你们陆家这些畜生，竟敢对我的宝儿那么残忍，真当他身后没人了是吧？信息，你说什么？燕晨七，你怎么在这？原来顾惜跟燕晨七是朋友。信息，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？你这段时间都在外国，肯定没有看国内的娱乐报道，你不知道这燕晨七？我知道，燕晨七就是你们陆家的大小姐，17年前被你那丧尽天良的父母给活埋了，17年后她回来了，又惨遭你们一家人的陷害。告诉你，别以为她一个小姑娘就能任你们欺负，我和顾家都是她的靠山，以后谁若敢动她一根指头，我就要谁一只手。谁都知道顾大小姐最豪爽仗义，燕小姐也是有勇有谋，两人真是天生的姐妹花。陆家人有眼无珠，自己的亲生女儿不要，偏偏把领养的当宝贝。就这陆明伟还敢肖想顾大小姐，说她是个癞蛤蟆，都是侮辱了蛤蟆哥。陆明伟滚出去，跟你这样的人一起喝酒，拉低了我们的身份。陆明伟刚想张嘴辩解，便被顾惜的保镖就扔了出去。哟，给小三花钱，一次就是5000万的江大少，到这里来碍什么眼啊？人都死了，你就给自己积点口德吧。再说了，你没在外面养鱼，你没给他们花钱。我跟你可不一样，你蠢，你只养1条鱼，所以鱼死了，你肝肠寸断，泪流满面，而我是养了1池塘，哪条死了，本小姐都不知道。谁说哥只养了1条？哥是养了一片海，只是哥不像你那么无情那么渣，哥对哪条都有情。你有情，你怎么不去殉情啊？我宝儿的师兄在地下掌权，你要是死了，看在咱们认识多年的份上，我肯定许求他为你给小三赐婚，让你们当一对幸福欢乐的鬼夫妻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人家小三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人家有自己心爱的人，你就是个蠢货，大冤种。顾惜，你骂谁呢？我就骂你呢，蠢货，蠢货，大蠢货，冤种，冤种，大冤种。顾惜，你找挨打是吧？江景池伸手就要去打顾惜，却被燕晨七一脚踹到了一边。陆家的弃女，怎么着？以为靠上顾惜你就能横着走了？要拿顾惜当跳板，
踩着它重新回到华都上流圈。告诉你，你自身若是个废物，靠谁都没有用。你特么说谁是废物？看在顾惜的面子上，我并不想与你争吵，你和顾惜之间的事也轮不到我多管，但任何人都别想在我面前伤害顾惜。也就是顾惜傻，才会被你骗，别装的你对他多好一样，你无非就是利用他，拿他当枪使，替你对付陆家。我在世间行走，谁都不用靠，对付陆家更不用假借别人的手。江景池，我对你忍让，只是因为你跟顾惜两人有个红本本的关系，但一个人的忍耐度是有限的，你要再对我言语羞辱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果然是够狂妄的，我江景池需要谁忍让？燕晨七，你可真是认不清自己几斤几两，我就骂你是个废物，歹毒心机女了。来，你来打我啊！顾惜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蠢货，不仅蠢还幼稚。你再说一遍，滚！你个臭丫头，给哥等着！你也不瞧瞧，自从秦思战成了植物人之后，这华都谁还是哥的对手？干什么？你们放开我！别特么在这丢人了，你们把他送回家。我不走，放开！我不走。乔建美，嫁了这么个玩意，我这辈子算是完了。宝儿，你以后嫁人可得仔细挑，一定要找个知冷知热、疼你爱你的。我不嫁人，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不要带孩子，不要伺候公婆，爱上哪上哪。为什么想不开去进婚姻那个牢笼？都说穿婚纱是女人一辈子最美的时候，其实那是盛装出席，奔赴人间疾苦。她不需要传宗接代，将来死后若上天堂就去找他大师兄，若下地狱就去找他二师兄，依旧能美滋滋的当他的小公主。难得啊，你连男人的手都没摸过，就把婚姻的本质看透了。就在这时，茅山小老头发来了一条信息，点开一看，是一张结婚证。男方秦思战，女方燕晨七。那个，我师傅找我，我去给他回个电话，你先喝。你是不是晚上吃多了撑的？没事给我批个结婚证干什么？你不知道这玩意比午夜的恶鬼还吓人。照片是 P 的，但是证是真的。秦思战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曾经救过我一命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只能让徒弟以身相许了。你的救命之恩，凭什么要我去报？因为你的命是我救的。可我这辈子不想报你的恩，我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。听话，赶紧把这婚约解除了。但这结婚证，秦家已经代办领好了，你们这不是婚约，是婚姻。要想解除，只能你们双方当事人亲自去民政局办离婚。行，把那男人的地址发来，我明天去找他离婚。我那结婚证上的老公是个植物人。请问秦思战是怎么昏迷不醒的？我四叔是为了追他那跟别的男人跑了的前女友，在去机场的路上出了车祸才昏迷不醒的。你瞎说什么？你四叔从来没谈过女朋友，就像李轩那个妖娆的贱货，给你四叔提鞋都不配。妈，四叔的确就是为了去追他才……还说？我让你说。秦思战这脉象是怎么回事？燕晨七缓缓在眼前划过，开启天眼。他竟然是在修炼一种玄学秘法。你们放心，1年之内秦思战便能醒来。不瞒你说，你师父也是这么说的。看来四儿媳妇你是得到了苍尘大师的真传啊。四儿媳妇啊，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。我这个四儿子3岁能解方程式，5岁能做物理化学实验，8岁会12国语言，16岁创建了科技公司，年收入100亿。如今他25岁了，天妒英才，让他昏迷了那么久，可等他醒来，他依旧还是华都最优秀的男人。四儿媳妇，你才貌双全，温柔贤惠，活泼可爱，心地善良。你和思战，你们俩就是顶配绝配天仙配。要不你先别离婚了，就考虑考虑他呗。反正他现在昏迷，我一个人也离不了，等他醒来再说吧。回到算命铺子，燕晨七犯了愁，明天就是妈的生日了，可现在的所有家当只有562块。有了。随后燕晨七把那张结婚证发到了茅山亲友群。我结婚了，大家都赶紧随礼。过了几分钟，茅山小老头私信他：你是不是疯了？赶紧把消息撤回。有什么问题？历练期间不准同门救济，我这结婚了，亲友随礼不是应该的吗？应该，他们的礼我替他们随，我给你5万，你听话，赶紧撤回。这正是你替我领的，现在我认了，广而告之了，你怎么反而又不乐意了？别废话了，多少钱能撤回？你说。撤不回，超时了。这时茅山亲友群大师兄张之奇发来了消息：小师妹怎么这么仓促就结婚了？但师兄还是要恭喜你，
同时发了一个9999的转账。谢谢大师兄。你是不是嫌我活得太久了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。谢离渊和楚燕这两个狗东西要把茅山给铲平了，我不管，反正你才是茅山的掌门。茅山在世间除名了，那也是你责任。小师叔、二师兄别冲动。你别管，不然我就把你们师徒俩一起吊起来打。乖，去一旁等着。你们两个狗东西是不是想造反？楚燕你大逆不道，竟敢打师傅！其实苍晨有心理准备，知道自己把燕晨七嫁出去，谢离渊和楚燕得来闹，可没想到他们敢跟他动手。咱俩可是平辈，我打你可用不到大逆不道这个词。谢离渊，你个卑鄙小人，有本事你跟我赤手空拳的打，看我能不能弄死你10个！哼，少说没用的，小七是我捡到的，也是我养大的，你凭什么擅作主张把她嫁到了你的恩人家？别人家的师傅都是担心自己的徒弟受委屈，你是生怕我们过得太好，既然不声不吭偷摸的把小七嫁给了一个陌生人，天道知道了也得先批你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的那点小心思，也不瞧瞧你们俩废物样，能配得上我家小七。我让小七嫁到秦家，报恩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因那秦思战和小七是天定的姻缘，还有秦思战就算是闭着眼也比你们俩废物强，快把我放下来。行，既然你心硬嘴也硬，那你就在上面吊着吧。你们两个狗日的东西，等老子松了绳，看老子不把你们放锅里炖了。小七，你最疼师傅了，听话，你把师傅放下来。你还知道我疼你啊？我拜托你也疼疼我吧，没听我小师叔说吗？我要是敢放肆，也会把我吊起来一起打的。你老实待会吧，等我小师叔消气了，自然会放你下来。行，是我脑子有大病行了吧，才会给你们这些无情无义的人当师兄当师傅。好了，小师叔二师兄，你们俩气归气，但总归我是嫁人了，赶紧把礼钱给我。我可告诉你们两个狗东西，你们俩要是趁着给小七随礼而给他过多的钱财，历练完不成，老祖宗可是会有惩罚给他的。你们俩都和大师兄随的礼一样多就行了，反正再过几天我的历练期就结束了，到时候我自己就能赚大钱了。第二天早上，燕晨七打开手机，看到茅山小老头也给他转了9999块，现在有4万多了，不仅能给妈买个大金镯子，还能买条金项链。妹妹，你怎么在这？真是阴魂不散。滚！你是怎么跟你姐姐说话的？给她道歉。既然你想丢人现眼，我成全你，但别在人家店里闹，影响人家做生意。走，咱们去外边。你干什么？我是来买东西的，放开我！你跟你女我是你亲妈啊？你这么对我是要遭天谴的。妹妹，是我顶替了你成了陆家的千金小姐，有什么怨恨你都冲我来。妈妈年纪大了，经不起你折腾啊。这里人多，开始你们的表演吧。正好我看大家都逛得累了，耍小猴也解解闷。这不是陆夫人和她家的冒牌假千金吗？陆夫人不是天天都跟斗不败的公鸡一样吗？今天是咋了？被一个小姑娘给拿捏了。陆大小姐早些年不回来，如今年岁20了才回来，指定是羽翼丰满来报仇的。被亲生母亲封住7窍活埋，谁能不恨不报仇啊？听着别人的谩骂，赵金慧勃然大怒，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，她只能忍。念啊，妈承认上次在医院是妈过分了，可妈那也是因为太担心你七哥了。如今妈也想通了，他做了错事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小时候就是他把你带丢的，现在他要坐10年的牢，就算你心里还有怨恨，也该消除了吧？没消除也没关系，爸爸妈妈和哥哥们会补偿你。可瑶瑶是无辜的，她那么善良，一直觉得自己占了你的身份，亏欠于你，满心都是想着跟你亲近，你怎么能让她滚呢？啊，您别说妹妹这些年在外面吃苦受罪，而我代替她受宠享福，就算她让我去死，我也毫无怨言。傻孩子，你就是你，不是任何人的代替品。既然当初你爸领养了你回来，你喊我一声吗？你也永远都是我的女儿。真是母女情深啊！那你们俩就一起去死好了，然后埋一起。我跟严军打个招呼，让你们下辈子当亲生母女。妹妹，我去死没关系，可你是个女孩子，怎么能这么糟蹋自己？什么严军，那都是虚无缥缈的，你要相信科学。说来我就心痛啊，念念你从小走丢，跟着城中村的养父母长大，学都没上几天才误入歧途，
甚至疯魔了一般认为当初是我活埋了你。念念跟妈回家吧，妈妈送你去上大学。妈妈看着你这个样子，心疼的都要碎了。你们俩这一唱一和的，明着是为我着想，实则是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贬低我，让人唾弃我，看我笑话。但在场的各位都大家夫人，名家千金，谁能看不出来你们这点上不了台面的小伎俩？还有啊，说话之前长脑子，麻烦你去搜一下我燕晨期的名字。我的天哪，陆大小姐，不，陆家不配，是燕小姐，她才20岁啊，竟然是 M 国大学毕业的硕士，还得过国际自然科学1等奖，她是天才吧？小姐姐是什么天仙下凡？不仅是研霸还是学霸，我太爱了，怎么办？赵金慧这个贱妇真是毒，当初她肯定就是信了降头师的话，认为这烟尘7克6亲。没想到啊，她精心培养的养女不过是个不登大雅之堂的艺术生，被自己嫌弃活埋的亲生女儿竟然是全球优等生，真是天道好轮回啊！正义会迟到，但总会到来，还贬低人家养父母，太不要脸了。燕晨期这个小贱人，处处都要抢我的风头。我就知道各位姐姐阿姨们都是明事理的，我这个人不仅研究科学，还研究玄学，若是今后哪位有需要，尽管找我。这位小姐您好，我们店里少了一条价值20万的红宝石项链，请问是您拿的吗？你今天夜里就要死了，晚上就别摆摊了。你这个死丫头胡说八道什么？女人只是在珠宝店里转了转，没想到被店员污蔑偷了项链。燕晨期当然知道一切都是陆新瑶所为，殊不知他早已将项链用法术悄悄转移到了赵金慧的包里。那你们看了监控了？监控显示是我拿的。监控坏了，所以我才来找您证实一下。我进店的时候他们俩也进了，而且还是跟我一起出来的。你怎么不问他们拿没拿，单单问我？陆夫人和陆小姐是这商场里的常客了，他们根本看不上20万的首饰。天啊，妹妹你怎么能去偷呢？这里有500万，你拿去，赶紧把人家项链还给人家，要不然你可是会坐牢的。那就报警好了，让警察来搜查一下项链到底去哪了。傻人妻还不知道自己要大祸临头了呢，自己挖坑埋自己。求你们千万不要报警，我好好的女儿成了小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教好。20万我替她赔给你们。警察局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污蔑我偷东西。念念啊，你怎么这么傻啊？报警就是自投罗网啊！你还这么年轻，要是坐了牢，一辈子就毁了。你七哥已经进去了，你要是在，你让妈妈怎么活啊？妹妹，别一错再错了，你现在把项链拿出来还来得及。算我求你了，别演了行吗？你们这副嘴脸太恶心了。哪位是燕晨期？我。是你报的警？对，这个导购员污蔑我偷他们店里的项链。导购员又把事情说了一遍。这样吧，因为事情是刚刚发生的，你们几个当事人又都在，就先不把你们带回警局了。我向上级申请个电子搜查令，当场搜一下你们3个的身。燕晨期身上没有失误。没有，怎么会呢？警察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没有搜查仔细？那口袋里再检查检查。陆新瑶，我根本就没见过这位导购小姐说的项链。警察同志也证明了我的清白。你为什么还要一口咬定在我身上？难道项链是你偷的，然后你又偷偷放在我身上了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愿意自证明清白，请警察同志搜查我。女警花又搜了陆新瑶的身，结果她身上也无失误。这位女士，请你抬起双臂。什么？还请赵女士配合，你要是执意离开，我们可就要强行把你带去警察局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无论你是谁，都不能影响我们执法，更不能蔑视法律。搜。这条是你们丢失的项链吗？我明明是把项链放到燕晨期的口袋里的，为什么现在却在妈妈的包里？这条项链到底是不是你们店里丢的？是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堂陆家夫人怎么可能去偷一条那么廉价的项链？您别冲动。哟，陆大小姐，这怕不是要栽赃我？一不小心把项链放错了位置，没放到我口袋里，却放进了陆夫人的包里。妹妹，你别说了行吗？不是我不会害你，更不会害妈妈。妹妹，是不是你还记恨妈妈，所以才故意偷了项链放到妈妈包里来陷害她？对，一定是燕晨期故意诬陷我的。虽然那家店里的监控换了，但我的同事已经看过了商场的监控，监控上显示，从燕晨期女士进你的身之后，她没有任何拿项链和把项链放到你包里的动作。赵女士，你现在是项链丢失案件的重点嫌疑人，现在我将带你回警察局进行拘留调查。妹妹，你可真是狠心啊！就算妈妈有千错万错，妈妈也是你的亲生母亲啊，你怎么能陷害她呢？刚刚警察同志已经完全证明我的清白了，你跟个狗皮膏药一样死缠着我不放，到底是为什么？
我说过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回陆家，你可以永远当你的陆家大小姐。我跟陆家的仇本来与你无关，你不来招惹我，我是不会动你的。但你若硬要与我为敌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妹妹，你误会，以后在我面前装一次，我就打你一次。你是哪来的贱丫头，竟敢打瑶瑶？林月没事的，这是我妹妹心念，就是那个害了你们陆家在古尸大跌的燕晨七啊，果真是可六亲的东西。一回来就让你七哥坐了牢，还让你们家亏了那么多钱。瑶瑶你怕他，我可不怕。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一下他这个祸害。贱人，你竟敢打我！你知道本小姐是谁吗？你就是天王老子，敢跟我装逼动手，你都得挨3拳。妹妹，你怎么跟我们自己人闹都没关系？可林月她是韩家的大小姐，韩家是华都的4大家族之一，况且她将来还是要嫁给大一家族秦家4少爷的。你得罪了她，谁也保不住你啊！她要嫁给谁？秦家的4少爷，是那个昏迷的秦思战。不许你这么说，战哥哥。告诉你吧，秦伯伯亲口告诉我爸爸，再过半年我战哥哥就能醒来了。我们韩家和秦家是世交，我爸爸又救过秦伯伯的命。虽然我和战哥哥没有婚约，但从我出生我就是内定的秦家4少夫人。好啊，我等你嫁到秦家，看你能奈我何。我的天呐，金镯子这么贵，小七你买它干什么？你妈我这做饭的手哪能称这么漂亮的手镯？妈，你要是不收，这饭我就不吃了，我走了。你这孩子，孩子一片心意给你买了，就是想看你高兴的。你要是不收，不就等于是一盆冷水泼他头上了吗？他得多难过。能有你这样的宝贝女儿，真是爸妈积了8辈子德修来的。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吃着午饭，这时同街的张梅来了。翠云嫂子过生日呢，生日快乐，嫂子。梅梅来了，快坐下来吃块蛋糕。不了，我是来找你接罐煤气的，我们家煤气没了，送煤气的偏巧又说今天有事，要明天才能送过来。我这间命摊子可就指望晚上做生意呢。可不是嘛，你去厨房扛1罐煤气给送过去。不用，1罐气才多重啊，我自己能扛。你们一家好好热闹热闹。张梅婶子，咋了小七？你今天夜里就要死了，晚上就别摆摊了。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和遗言，该办就办了吧。你这个死丫头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今年才43岁，身体壮如牛，什么病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会死？我看你小年纪真是撞了邪了，天天整什么牛鬼神蛇的，这骗钱都骗到邻居头上了。大福哥、翠云嫂，你们也不管他，说我就算了，这出去说别人可是会被打嘴巴的。张梅啊，这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咱们这条街那么多人，我闺女怎么就没说别人要死了，偏偏说你？我觉得你还是让她仔细给你瞧瞧的好。他对鬼神之事一直也都是不怎么信，但他对他闺女无条件信任。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货，煤气罐我不借了，省得你们全家咒我去死。小七啊，你张梅婶子今夜真的要死吗？还死得惨绝人寰，怨气滔天，具体咋死的我就不泄露天机了，过几天所有媒体就都会报道出来了。那我要不要再去提醒他？不用，我刚才告诉了他，那就是上天给了他一次生存的机缘，可他自己不要，这今夜就是他的死期。就算这次强行保住了命，那他改天还是会死。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咱们过好自己就行了，不管别人的闲事。再说小七本来是要救他的，可他还把咱们全家都骂了，好言劝不住要死的鬼，咱们别管他，来吃蛋糕。三小姐，您睡了吗？进来吧。进来的是地府的插翅与南飞。三小姐，不好了，永昌街有个刚死的女鬼逃了，那女鬼被她丈夫割喉放血而亡，怨气极大，她若留在阳间必会祸乱人间啊。那女鬼叫张梅，您认识？我认不认识有什么重要的？她跑了，你去找你们领导啊，找我干什么？我又不在你们地府当差。那不是因为您就在这附近吗？只要您抬手，什么样的鬼还不得束手就擒？我又没拿你们地府的俸禄，这跟我没关系啊。我要是处处都抬手，还不得累死？赶紧回去找你们领导去。可他祸乱人间，到时候您也逃脱不了职责啊。那等他祸乱了再说吧，我现在要睡觉了。话音落，他一抬手就把插翅和南飞隔空扇飞了出去。小七啊，张梅不见了，一大早她老公就报警说她昨晚出去摆摊之后没回来，现在警察正四处搜寻呢。搜着了吗？没有，不过监控显示昨晚9点多她是从摆摊的地方骑车回来了的，只是路上很多监控都坏了，根本没拍到她到底是不是进家了。难道她真的被人谋财害命抛尸了？
反正人是已经死了，过几天警察自然会调查清楚。妈，你别跟邻居们瞎议论，就好好做你的生意。好的，妈知道。燕晨曦，怎么是你？老公，你认识他？永昌街都传张梅的女儿薛晴傍了个大款，没想到她竟然是跟陆明伟搞一起了。何止认识，你前几天在国外旅游，没有看国内的娱乐新闻，她就是我那个灾星亲生妹妹。怪不得你那么恨他呢，这么心狠手辣的东西，谁能不恨？燕晨曦，你把我妈弄哪里去了？你是不是把她杀了？你说这话可是要有证据的，不然我可是要告你诽谤的。昨天是不是你说我妈夜里就要死了的？然后她昨夜就失踪了，若不是你干的，你怎么可能提前知道的？拜托，我是个算命师，我知道她什么时候死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要是不知道，才是学艺不精吧。少说这些糊弄人的话，我看这就是给你做恶找的借口。薛晴的妈妈肯定就是被你杀了，还有心情管人家妈呢？你妈还在拘留所里呢吧？燕晨曦，你可真是个畜生，连自己的亲妈都陷害。但你别忘了，陆家在华都的地位，你竟敢……好疼啊！老公，你怎么样了？下贱的东西，你一定是要跟陆家作对是吧？稀吃不去打的货，你再骂我一句试试，看我能不能把你的走私劈叉。你让小爷骂小爷就骂了，小爷凭什么听你的话？那就滚，少在我面前让人作呕。燕晨曦，你别嚣张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把我老公打伤了，等着坐牢吧。什么？你报警了？燕晨曦还没说话，陆明伟就扬手扇了薛晴一巴掌。谁让你报的警？他把你打这么惨，不报警，难道就任由他猖狂吗？你个贱人知道什么？怎么说她也是我的亲妹妹，她能无情，我不能无义。我们一家人之间怎么打怎么闹都行，但我绝不会把我的亲妹妹送进大牢。他说的义正言辞，其实是因为他怕了，害怕警察来了，燕晨曦又悄无声息地把他身上的伤消除了，到时候又说他谎报警，再把他拘留了怎么办？可他杀了我妈妈，我要找我妈妈啊！那你就报警说他杀你妈妈就行了，别提我的事。同志，就是这个臭丫头，昨天中午说我妈夜里就要死了，我妈失踪肯定跟她脱不了关系。算命的是吧？这么说张梅的死是你算出来的？是。那你能不能算算她的尸体在什么地方？这个是得张梅的至亲来问，10万我就告诉你，你妈的尸体在哪里。什么？你怎么不去抢？爱算不算？算，不就是1万块钱吗？我们算。哼，我妈肯定就是你杀的，要不然你怎么能肯定她死了，还知道她的尸体在哪？哼，本来我们这行是不能说别人的私事的，但我要不说点你的事，恐怕你还是会一直冤枉我。你要说我什么事？你口口声声喊陆明为老公，其实你只是他7个女朋友其中的一个而已。什么？他说的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我只有你一个小宝贝。是吗？陆明伟，那你可真是个冤大头，因为你也不过是他3个男朋友的其中一个而已。他拿着你的钱，还在外面养了2个小白脸。骗人！你竟敢背着我在外面勾3搭4？没有，我没有。小爷告诉你，他说的全是真的。那就是说你真的有7个女朋友了？是，那又怎么了？小爷有钱，就是开个后宫也是正常。你还以为我真能娶你啊？也不瞧瞧你这贱民的身份，小爷将来要娶的那是顾家的大小姐。陆明伟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们俩干什么呢？都住手！陆明伟、薛晴，你们是来找张梅的，赶紧办正事。我找他妈了个！一家子贱民也配本少来找？你才是贱民，你们全家都是贱民！也不瞧瞧你这个跟赖赖都一样的狗模样，还想让我在你一棵树上吊死？喂，你配啦！薛晴，你到底还算不算你妈的尸体在哪？不要耽误我的时间。说吧，我妈在啦。你的提款机已经走了，那10万块钱5天后你给我送来，因为5天后他才能历练结束，现在他还不能收这么多钱。行，我可告诉你，算命不付钱，可是要承受双倍因果报应的。我知道了，别废话了，我妈到底在哪？下水道。下水道？她掉进下水道了。你是要问她怎么进下水道的？这是另外的钱。多少？还是10万？10万就10万。说被人搅碎了冲下去的。被谁？算是，不能算尽，这是规矩。而且凶手是谁，我相信警察同志很快就能查出来。小同志，谢谢你了。燕晨曦，我知道你妈妈被拘留这事是你做的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要怎么样才能放过陆家？你直说，别偷偷摸摸的，让人瞧不起。我真是要为你的不要脸气笑了，我怎么偷偷摸摸的了？给你送棺材我都是光明正大的，别的事就更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了。既然你打电话来了，看在咱们有10几年仇恨的份上，不介意好心的告诉你一声，项链其实是陆新瑶偷的。
我找你也不单单是为了你妈的事，以陆家在华都的地位，他明天就能出来了。我是想问问你，你到底想要多少钱，才能让我们今后井水不犯河水？在我心里一直都是跟你们井水不犯河水的，只要你们不来惹我，我这么善良温柔的人，怎么可能去害你们打你们呢？不是你他妈先来送的棺材？那你们当年都把我活埋了，我搞个恶作剧出出气还不行吗？我又不是把你杀了放棺材里了，请问这过分吗？再说你们陆家的名声在网上一败涂地，那不是你们自己找记者去医院想要毁了我的吗？昨天我去商场，要不是陆新瑶想栽赃陷害我偷项链，最后能报应到赵金慧身上吗？你们的股市也不会跌停。你想想陆家这几天的重大损失，是不是赵金慧和陆新瑶这俩娘们作出来的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华都永昌街摆摊卖煎饼的张梅被人杀后碎尸冲进了下水道，而张梅的碎尸是从自家马桶冲进下水道的，连骨头都磨成了粉。张梅的怨气太大了，鬼魂没入地府，我给家里贴几道符，防止她回来祸乱。行，小七，你真是天仙下凡，算的真是一点不差。那张梅真的死了，死的那叫一个惨啊，在她自己家被人碎尸了，她丈夫竟然说她没回家，这一看就是说谎。警察已经把她丈夫带走了，肯定就是她丈夫杀的。大家都是邻居，往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她这猛一死，我心里还怪瘆得慌。小七，你能给我个平安符吗？我花钱买也行。就是，我也买。都是乡里乡亲的，烟尘期也不好驳他们的面子。一张符20块，拿去贴在自家大门上就行。好，妹，我买。这不就是陆家的那个妻女吗？叫燕晨妻是吧？你又是哪位？我叫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本少名叫韩玉晨。你一直说当年陆家把你封了武官活埋了，我有些好奇，为什么你这鼻子眼不仅完好无损，还长得这么漂亮？这问题我说过了，我师傅他医治好了我。你师傅难道是神仙不成？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知道的最好不要知道。韩玉成作为4大家族之一韩家的继承人，这华都的名媛千金们，除了顾惜，个个也都是对他阿谀奉承。看到烟尘期这不屑的模样，顿时恼了。臭丫头，你是不是觉得坐在顾惜旁边有他撑腰，你就无法无天了？本少问你话，你最好给我老实回答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认识你吗？是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，滚！燕晨期，你干什么？起开！顾惜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燕晨期他都不是膨胀了，他是疯了。你这么任由他作恶，是害了他。怎么就是他作恶了？不是韩玉晨先来找事的吗？还烟尘期飘了，烟尘期就算把你们全屠了，那也只是抬抬手的事。行，你就死鸭子嘴硬，我看你能保燕晨期几天。你个贱人，放开我哥！再骂一句，牙给你掰掉！贱人，贱人，我就骂你了，怎么样？敢打本小姐，你找死！这回他刚从秦家回来，知道秦思战已经结婚了，本来就怨气滔天，根本没有理智。韩灵月，你敢动我家宝儿？燕晨期，你给我滚开！顾惜，你别动明月。你说公主，我错了，请放过。你配吗？我不配，你妹妹配啊！你不是着急起来去哄她吗？燕晨期，你赢了，我服了，放开我吧，公主，我错了，请放过我吧。我这个人还是很善良的，人不犯我，我从不犯人。打你和你妹妹也不是我本意，是你们兄妹俩自己上杆子来找打的。韩灵月还在大哭，韩玉晨也没工夫跟烟尘期撕扯。哪里疼啊？怎么哭得这么凶？要不要去医院？哥，我心里疼。哥，思战哥哥他结婚了，他娶了一个普普通通的野丫头。哥，我的心都碎了。林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秦思战不还在昏迷吗？他怎么能结婚？是秦伯伯做主给他领了结婚证。秦伯伯他忘恩负义，不顾爸爸对他的救命之恩，竟然擅自把我的思战哥哥给了别人。他娶的是谁啊？不知道，秦家对那个贱丫头保护得很，一句都不肯透露。你不是能算命吗？那你给我算算，我思战哥哥娶的到底是哪个贱丫头？不算。你要多少钱？只要告诉我思战哥哥他娶的是谁，多少钱我都给你。把你妹妹带走，再烦我，我可管不住我的手。他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神棍，你还相信他真的会算命？走，哥带你回家。韩大少，这么多年没碰过女人吧？怎么看上我了？你不是我的菜，送到面前我也不会动筷。我只是想告诉韩大少，我不仅会算命，还会中医。你要是肝火太旺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难道这个臭丫头能治我的隐疾？燕小姐果然是神算，若有需要我会去找燕小姐的。什么神算？哥，你不是说他就是个招摇撞骗的吗？他让你去找他泄火，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要勾引你吗？
还说什么我哥不是你的菜，你可真是又当又立啊！欲擒故纵让你玩得明明白白，燕晨七你也太不要脸了！告诉你，我哥不瞎，你脱光了他也不会看你。听闻韩家家主和夫人都是豪爽仗义、通情达理之人，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心思不正、素质低下又一无是处的女儿？也不知道是不是从根本上就错了。燕晨七，你竟敢骂我！我再怎么一无是处，我也是韩家的千金大小姐，是我爸妈捧在手心疼的宝。可你呢，灾星、弃女，没人要的贱东西！哥，我的嘴流血了，大门牙松动了。本以为顾大小姐就是蛮横跋扈的天花板了，没想到陆大小姐更胜一筹啊！果然啊，猫找猫，狗找狗。我们再嚣张那也是讲理，是为了保护自己，可不像有些男人脑子跟大粪做的一样，绿茶装个柔弱就心猿意马，白莲掉滴眼泪就怜香惜玉。你在这阴阳怪气的说谁呢？就说你呢，怎么了？说出来我都嫌晦气。走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玩。好。宝贝，宝贝。陆明伟，真特么恶心！宝儿别看，儿童不宜。陆明伟慌乱地穿上衣服，那女人也露出了真面目，竟然是薛晴。薛晴，你妈被分尸了，你爸被抓进去了，你还在这跟？难道你就没有半点伤心吗？你也知道我妈死了，我爸进去了，我后半辈子就是没爹没妈的孤儿了，也就只有我老公可以依靠了。怎么了？谁是你老公？再胡说八道！我割了你的舌头。西西，是他对我死缠烂打，我才一时着了他的道，我保证没有下次了。西西，在我心里只有你才是我最爱的女人，也只有你才配当我的妻子。不好意思啊，按理说你没惹到我，我不应该打你，实在是你太令人作呕了，还只有我配你的妻子。陆明伟，你哪里来的勇气？你这种男人给本小姐提鞋，本小姐都甘愿。是不是你在西西面前说我的坏话了？你这种坏到骨头缝里的人，还要别人说吗？对了，我还给你拍了视频呢。燕晨七，燕晨七，你真是卑鄙！薛晴，你也不用激动，你跟我也没什么大仇大恨的，我自然不会害你。这视频就算发出去，别人也看不见你的脸。我要对付的只是陆明伟，你若是乖乖的，等我发视频的时候，还能好心的给你全身打个马赛克。你若是不识相，我发出去的时候就特意写上你的名字。爹，不要！燕晨七，算你有种！燕晨七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能不能一次性解决？我要陆家家破人亡。为什么？怎么说都是爸妈生了你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！你怎么能丧尽天良的去毁了自己的家？17年前，只因为降头师的一句话，赵金慧就亲手戳瞎了我的双眼，用匕首捅了我的肚子，还要给我留一口气，将我活埋。陆明伟，我想要陆家家破人亡，过分吗？疯子，燕晨七，你就是个疯子！你等着吧，爸妈已经在找高人来收你了，你会不得好死的。好，我等着。你们这附近有个心死的鬼魂，怨气特别大，一直也没抓到。你说的是张梅吧？她在人间的因果还未了，你们抓不到也正常。你看着点，让她别祸害无辜的人就行。知道。燕晨七没想到韩玉晨这么快就来找他了，这哪来的死男人，竟然比我还帅！我是来算命看病的。那你到外面去等着，我吃完饭自然会喊你。不去，虽说我是顾客，但昨天咱们也是见过的，还进行了深刻的肢体交流，怎么说咱们也算是。好疼，好冷！燕晨七，燕晨七，救命！敢轻薄小妻，本君把你的手剁了。二师兄，你误会了，他没碰我，昨天是我单方面把他和他妹妹打成了筛子。楚燕这才作罢。我吃饱了，回去了。好。为了不让韩玉晨有所怀疑，他没有直接传送到地府，而是像正常人一样走出了铺子。刚才那个男人是谁？我怎么感觉他阴森森的比魔鬼还可怕？他是掌管魔鬼的人。吹牛，你吓唬谁？唉，坐好，看病吧。韩玉晨乖乖的做了证，毕竟一个男人有隐疾等于是天塌了。他这么多年国内国外也看了不少医生，可始终没什么用。我这挂号费6666，先付一下。燕晨七，你以为你拳头硬就可以明抢吗？多大的腕啊，敢收这个价？不是腕，但药到病除，你爱看不看？行，你若是治不好本少爷的病，本少爷找人把你这铺子给烧了。9万。什么？刚才我不是付过钱了吗？那是挂号费，这是要钱。不是，你就这么随便给我抓了点草药，就要9万？还是那句话，药到病除。想想这么多年，你为了这个病都花了多少冤枉钱了，我收你9万，算得了什么？既然本少爷都来了，
给本少算个命吧。算命和看病是2个体系，挂号费也是6666。行，想问什么说吧，限定3个问题，若需要解决问题，那就要另外收费。那就先看姻缘。年少浪荡不羁，桃花无数，青年。青年怎么了？青年寓意女子情深似海，至死不渝，奈何单恋无果，最后孤独终老。不可能，本少爷就算一辈子身残，那也至坚，绝不可能只掉死在一个女人身上。你就是个胡说八道骗钱的神棍。警察局出通报了，张梅的丈夫薛大飞承认了是他半夜杀害的张梅，并且将她分尸剁肉冲进了下水道。他招是什么原因了吗？招了，说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。张梅死活不愿意离婚，但那个女人是谁他没说，看来2人是真爱，这都要判死刑了，薛大飞还保护那个3呢，反正都得死。燕晨七，是你害死了我妈妈，现在又害得我爸爸也要判死刑了。燕晨七，你才是最该死的。小七，小心，你妈死了是你爸那个畜生不如的东西杀的，你跟个疯狗一样来我们家乱咬什么？燕晨七那天明明算出来我妈要死了，他为什么不阻止？他若是阻止了，我妈就不会死，我爸也不会成为杀人犯，我也不会成孤儿。燕晨七他就会成天装的单纯善良，还自称修行之人，我呸！他就是毫无半点良善之心，就是个魔鬼。那天我已经提醒过他了，是他自己不信，这就是他的命。明明是你。快退后，他被张梅附身了。明明是你。快退后，他被张梅附身了。张梅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若是敢在我家作乱，我定打得你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燕晨七，你明知道我会死却不救我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待我要了贺香莲那个贱人的命，再来找你算账。小七，张梅的鬼魂真的来了吗？可是咱们家门口不是贴了符吗？她是怎么进来的？大门上的符竟然被人给破坏了。陆明伟说的陆建廷夫妇已经找了人来对付我，那8成就是要陷害我爸妈。燕晨七什么都没说，在房子四周布置了一道屏障。小七，刚才张梅说她要去找贺香莲，难道贺香莲就是薛大飞在外面的情人？是，万般皆是命，别管他们了。今天张梅的魂魄也就要被抓去地府了，这条街就安稳了。那就好。杀人了，杀人了，薛晴杀人了。燕晨七路过街东头的时候，看见贺香莲倒在了血泊中，插翅和南飞已经来拒他的魂魄了，而薛晴已经准备开车跑了。此时张梅的魂魄还在他身上，他跑是怕鬼差抓他，却没想到与林院陆明伟开过来的豪车正中撞到一起，薛晴当场晕了过去。张梅的魂魄刚想跑，燕晨七一道灵力过去便将他挡住。小七，我不想死，小七救救我！燕晨七，你会遭天谴的，我在地狱等你。三小姐您放心，张梅下辈子定会投胎到畜生道。念念，我是你4哥啊，快救救我！念念，好疼，我的腿好疼，救我！小七，这是你的亲生4哥啊！小七的亲生家庭对他那么坏，都死有余辜，这不就是遭报应了吗？薛晴杀了人，是死命难逃，死之前也算是干了一件好事。10天之后，薛晴和他爸薛大飞都被判了死刑，陆明伟双腿也被截肢了，终身残废。月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，走，咱们到那边去。瑶瑶和明振都在呢。陆明振是陆家的老六，他和陆新瑶、韩林月打小都是一起玩的。玉晨，我们也去贵宾区吧。陆家主，陆夫人，我要是没记错，燕晨七是你们2位的亲生女儿吧？我看你们年纪也不算太大，怎么眼睛就花的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认不得了？玉晨，你说的哪里话？这不是因为你和林月是贵客吗？我们得先把你们安排好，才安排念念啊。只是我有个疑惑，念念刚来华都不久，不知玉晨你跟念念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10天前。那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认识10天，见过2、3面而已，能是什么关系？若非要给我们安一个关系，那就是他把我和我妹妹都打了，仇人关系。念念，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？你看看你，好好的一个小姑娘，成天就是瞎混，就算你要自甘堕落，也不能去伤害别人吧？简直就是社会的毒瘤。你的养父母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提我的养父母？你放开我！来人啊！救命！救命！燕晨七，你竟然如此大逆不道！赵阿姨可是你的亲生母亲，赶紧放开她！赵金慧，你不就是想数落我几句来讨好韩玉晨吗？看来我以前真是给你脸了，对你太仁慈了。孽障啊！张大师，退！快降住这个孽障！燕晨七，孽障，快放开你的母亲！
不然贫道将你的魂魄打入18层地狱，肉身变成痴傻，留在人间受苦。原来这就是陆家找的高人。天哪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我明明没看到燕晨七碰到他的脸啊，这清脆的巴掌声是哪来的？还有这个张大师怎么摔倒了，嘴角都流血了？这张大师还挺有名的，听说不少人都找他看事。孽障，你竟然趁贫道不备偷袭贫道！本来贫道身怀大义，先要点话感悟你，没想到你这么冥顽不灵，那就别怪贫道替天除害了。我的天啊，这张大师可是会仙法的，却在燕晨七面前毫无反击之力。难道燕晨七说的都是真的？他被陆家活埋了，是他师父救了他？难道他师父是神仙？怪不得他一回来就敢得罪那么多人，原来是自身有本事。你是我们玄学界的人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刚才不是都喊出来吗？本姑娘叫燕晨七。燕？玄学界最厉害的那位，本名就姓燕，听说他有个关门女弟子就随他姓，难道就是你？知道便好，顺便也通知一下你所认识的玄学界中人，本姑娘身在华都，所有同行勿扰，谁若敢利益熏心，在背后搞小动作，别怪本姑娘心狠手辣。没错，他师父本名燕训，玄号苍尘，而他本名燕晨七，玄号七华。张铁岭给姑娘赔罪了，姑娘放心，贫道一定把话带到。老公，我看燕晨七这个小贱人八成在玄学界真的有点分量，以后咱们可就不好对付他了啊。哼，不碰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国内的不行，咱们就还找国外的，我就不信弄不死他。我宣布捐赠仪式现在开始，我们陆家第一个捐款1个亿，韩家2个亿，秦家捐款大米10万斤，面粉10万斤，希望小学100所，图书100万本，修路500条，建桥200座。请问延川少爷，秦家的捐赠的这些东西是折成钱还是实物？当然是实物，而且我们会派自己的人亲力亲为。我们陆家举行这次慈善晚宴，就是为了给予你们这些有爱心的人士方便。你们出钱，我们陆家处理。若是让你们亲力亲为，给你们增加了负担，那就是本末倒置了，是我们陆家的罪过了。延川少爷，我建议你们秦家还是直接捐钱的好。延川，我六哥说的对啊，你们秦家可是第1大家族，那么多的产业，本来就很忙了，帮助山区这种事，你们只要出钱就好了，这样又表达了善心又省事，多好啊！这事是我爷爷决定的，我只是来传达一下他老人家的意思。延川，秦爷爷他们老一辈的人什么事都要揽在自己身上，不想麻烦别人。可如今你四叔昏迷不醒，秦家所有的事务都要靠秦爷爷来做，但秦爷爷年纪大了，他哪有精力管那么多事啊？看着他老人家的白头发越来越多，我都可心疼了。可是延川，陆新瑶，把你的脏手从他胳膊上拿开。妹妹，你认识延川？我认识不认识他，不是你配过问的。你只要知道，他虽然蠢，但也不是你能笑想哄骗的就行了。还有，我可没有你这样白莲泡绿茶又表里表气姐姐。秦延川就一地主家的傻孩子，也就是被惯得傲气了些，人倒是不坏，他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傻大侄子被陆新瑶祸害了。燕晨七，你可真是野心勃勃啊，一边巴结顾惜，一边勾搭我哥，现在又准备要攀秦家的孙少爷，下一次你是不是就准备要爬江景池的床了？这样华都4大家族都全部为你所用了，可你也不瞧瞧你自己是个什么身份，山野丫头，上不了台面的神棍，你给我们4大家族的人提鞋都不配。林月不许胡说，上次挨打的亲是吧？哥，我说错了吗？在座的哪一位不是非富即贵？他燕晨七算什么东西？只不过是被陆家抛弃的女儿而已，还痴心妄想的要玩转华都4大家族。林月你怎么样？我知道你恨陆家，因为陆家收养了我，有什么你都冲我来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为难我身边的朋友。林月只是替我打抱不平，你可以打我骂我，但你必须要跟林月道歉。我可真是给你脸了，就你也配让我恨陆家，也配让我花心思去为难你身边的人。你在我这连只蚂蚁都不如，最多是个茅厕里的蛆，真特么能把自己当回事。告诉你，谁骂我谁就得挨打。你怎么羞辱我都可以，但我与延川是青梅竹马，我是不会把他让给你的。延川，秦延川的确自幼就与他相识，再加上他平日里爱装善良的小白花，秦延川对他的确挺有好感的。差不多就得了，你别太过分，你跟陆家的恩怨与新瑶无关。放开他。什么？你以为你能命令得了我？秦延川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放开他，并且以后都要跟他断绝来往。燕晨七，你别以为你嫁住口！
燕晨七，你竟敢打我！再直呼我的姓名，我就把你的嘴呼烂！我什么你我的？身为第一大家族秦家的长孙，你没本事，脾气倒挺大，天天浪得那么花，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？还能被陆新瑶这么丑的迷了眼，被人家骗了还替人家数钱呢。以后出门别说你是秦家的长孙，秦家没有你这样没长眼的孙子，说出去只会给秦家丢人。燕晨七真是狂的没边了，秦家的孙少爷，连燕晨七的亲生父亲陆建廷见了都要点头哈腰恭敬的喊一声少爷，他竟敢出手就打，我看他可不是要笼络四大家族，是要跟四大家族全结上血仇啊！我看也是，像他这样从小被抛弃的人都是有心理问题的，如今他学艺归来，估计就是回来报复社会的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陆家举办的可是慈善会，他1毛钱不捐，还想以一己之力端了四大家族2代3代们，嫌弃自己死得太慢了。小丫头，你差不多就得了，秦家可不是好惹的。燕晨七没搭理韩玉晨，依旧看着秦延川。别杵在这了，回去告诉你爷爷，他捐赠的这些东西都非常好，但是要捐你们就自己直接捐，不必通过陆家的基金会。你不要给我太嚣张！这才哪到哪，秦延川，我郑重的告诉你，下次我再见你跟陆新瑶这个绿茶拉扯的，我就直接废了你的手。若是你对他有点什么男女之情，最好现在就给我扼杀掉，不然我能把你心碾碎。行，算你狠，你等着，等我四叔醒了，我让他把你吊起来打。从前我一直怨老天让你离开了我，现在我才知道老天这是在保佑我。你这么无法无天又嚣张跋扈，若是留在我们陆家，早晚是要害得陆家家破人亡的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陆建廷你和赵金慧丧尽天良，坏事做尽，定是要家破人亡，断子绝孙的。你竟然如此恶毒地诅咒自己的家！我宣布从今日后，我们陆家与你恩断义绝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我什么时候与你们有过恩有过义？陆心念早就被你们杀了，我是燕晨七。既然如此，你来我们陆家举行的慈善晚宴干什么？难道不是故意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？我想起来了，你不是玄学界的人吗？不应该心中有大爱吗？赶紧捐点款啊！捐了让你挪用到陆氏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陆氏资产几千亿，怎么会差这点钱？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大家，陆家成立这个基金会根本不是为了做善事，而是为了拿着你们的善款拯救陆氏于水火之中。你还以为陆振廷让你当这个基金会的负责人是器重你啊？其实他是想着，万一以后出了事，拿你顶罪坐牢。燕晨七，你少挑拨离间。你知道陆氏是个多大的企业吗？区这点善款算什么？不捐款你就别捣乱，给我滚出去！就是几十亿而已，都不够在市中心买块地的，陆家怎么能看在眼里？燕晨七现在为了报复陆家已经疯了，还玄学中人，我看他修8辈子也修不成正果。燕晨七当然知道这些人不会信，但他今天也只是来说说这个事，为的是日后这事爆出来的时候，能让他也跟着名声大噪而已。干什么你？你的药不错，我的病完全好了，你饿了吧？我请你吃晚饭。不用了，带你妹妹看嘴去吧。保镖已经带她去了，用不着我，我要请你吃饭。我不饿，不吃。我饿，你请我吃。我跟你无亲无故的，凭什么请你吃？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大病？让开！燕晨七，你跟秦延川是不是认识？是。那他是你的前男友，而且还做了对不起你的事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今天是第2次见到他，你一个大男人少八卦。你跟他指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，我从来没见过那小子如此忍让一个女人。要是你们俩没什么，别说他会叫来一车保镖学殴你，就是喊狙击手给你腿穿透了也是有可能的。你若硬说我们有什么关系，那就是有吧。二哥，你这是在哪发财了？前段时间干的工地借款了，赚了30-40万。怎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？我不缺吃穿。我就你这一个妹妹，不给你买给谁买？放心吧，爸妈还有悠悠都买了，你收拾一下，我带你和悠悠去吃饭。大哥去加班了，下午悠悠放你这。好。哟，燕晨七，你就那么缺钱吗？这都傍上带孩子的男人了。怎么说你也是我的亲妹妹，你若真缺钱，来给哥哥磕头认个错，哥哥就赏你10万。二哥许华南抬手就对着陆明振的脸砸了一拳。你是什么东西，竟然打本少？别脏了我的地方，滚一边去！燕晨七啊，燕晨七，你果然是乡野来的。你除了跟个野人一样会打人，你还会什么？你不说我爸成立基金会是要挪用公款吗？可现在呢，他还不是已经把钱都捐给山去了？燕晨七不想搭理他这种智障。行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行了吧？别来我这找事，我是野人，发起火来能把你生吃了。燕晨七，你想当个野人我管不着，但你要再敢不要脸的勾引我哥，我告诉你，
就算我死也要把你扔到乞丐堆里。那天在酒店，他都被燕晨七打得流血了，可是他哥竟然连关心他一句都没有，就追着燕晨七这贱人出门了。你个坏婆娘不许说我姑姑，你才不要脸，你全家都不要脸。小兔崽子，好疼啊！我的手要断了。西瑶，民众快救我！就你，悠悠，他不过是一个4岁的小孩子，你敢对他下这么重的手？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本姑娘也要收你半条命。话音落，燕晨七的手一个用力，竟然将他抓住韩立月的那一把头发活生生的从他头上扯了下来，还是连皮带肉。随后燕晨七对他这个一掌，直接将他踹到了门外，肋骨少说要断3根。以后有什么怨恨都冲我来，打我骂我，可能只是被我扇几巴掌，但凡感动我的家人者，我定会让你们生不如死。爸妈，你们不能去找燕晨七，她不是个普通的女孩子。我不管她是谁，欺负了我的女儿就要付出代价。张铁岭见了她都要下跪，你能让她付出什么代价？她会玄学，嘿，还是大师级别的。那我就更要会她了。若是她心术不正，早晚也是要毁了咱们韩家的。爸，她不屑干这种事，别人不惹她，她是不会去主动伤害谁的。你这么帮着那个燕晨七说话，你该不会是对他有点那方面的意思吧？没有，我的隐疾就是他治好的。儿子，你的病好了。雨辰，真的是燕晨七治好了你？他是怎么治的？吃中药治的。那你有没有找个女人试一试？女人能随便试吗？试了不用负责。那不是你怎么能确定你病好了？我用。